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预期的刺激措施将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引发股市的大幅反弹。南华早报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剑桥创立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预期的刺激措施将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引发股市的大幅反弹，但投资者可以期待下半年企业收益的上升，因为经济复苏仍然存在。剑桥创立亚洲区域负责人艾伦·科斯特洛表示，北京可能会推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但是像降息这样的广泛刺激措施不会很快实施，因为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美联储加息的轨道限制了宽松的空间。科斯特洛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不希望中国政府现在将大量资金注入房地产行业。从宏观角度来看，它将是相当有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过去5年中翻了一番，达到约66万亿元和9.3万亿美元，占该国年经济产出的1半以上。与此同时，高负债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借贷途径有限且房屋销售低迷的情况下，也难以及时偿还债务。此外，美联储可能会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降息将对人民币施加额外压力。科斯特洛补充说。大和证券市场策略师潘思泽在向客户的一封报告中表示，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货币和财政刺激的空间有限，更现实的预期是在对房地产和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方面放宽一些限制。由于中国经济重新开放的交易势头失去动力，投资者对于缓慢的市场表现感到失望，这些缺乏刺激政策可能会令投资者感到失望。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重量级机构已经削减了对中国的看涨预期，并下调了主要股指的目标价。然而，科斯特洛表示，投资者在下半年可以保持轻度超配中国。他表示，从估值角度来看，中国市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因为随着经济持续复苏并且地缘政治风险出现缓和迹象，盈利增长可能加速。MSCI 中国指数中的股票以未来12个月预期收益为基准的市盈率为 10.5 倍，而过去5年的平均市盈率为 14.1 倍。与之相比， MSCI 世界指数的市盈率为 16.9 倍。然而，估值提升的催化剂将在7月份到来，届时中国企业将交出实质的盈利增长。科斯特洛表示，当企业开始超越预期时，这将成为一个长期持续的涨势的基本催化剂。中国正处于彻底通货紧缩的风口浪尖。英国每日电讯，中国正处于彻底通货紧缩的风口浪尖，随着之前疫情后的复苏逐渐消失，减薪正在全国蔓延。该文提到，中国当前正面临住债务累积和通缩的困境。中国政府面临无法完全偿还的超过10万亿美元的隐形债务，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老年人的医疗福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推荐的债务重组是一种解决方法，但这将涉及痛苦且面临强大利益集团的反对。中国央行人民银行已提供支持，但收效甚微。这就像凯恩斯所说的，他们在用推绳子，而传输机制已经破裂。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表示，普遍对未来的恐惧已经将中产阶级推入生存模式。人们正在自发地从房地产、股票和商业投资中撤离，导致他们储蓄和尽快偿还贷款。这正在侵蚀银行的利息收入，将他们推入缓慢的死亡螺旋。上海浦东银行正在大幅削减工资，一个员工的工资削减了 70%， 这一情况在微信上广为传播。中信银行将基本工资削减 15%， 即使央行也无法幸免。这就是大规模通缩开始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玉辉表示，中国正处于经典的债务通缩周期中，人们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使用信贷的意愿正在迅速崩溃。这实质上是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去杠杆化将是非常悲观和痛苦的。这就是2023年中国的状况。正如可以在欧洲电动汽车的低价中看到的那样，中国已经开始出口通缩。中国公司可以以比欧洲竞争对手低1万欧元的价格生产出不错的汽车。Stellantis 的 Carlos Tavares 表示，欧洲正在为一场可怕的竞争做准备。如果你担心汽车通胀，
很快你就不用担心了。中国商品通缩正在冲击全球经济的增长。摩根大通的全球制造业输入价格指数已经下降到了凡，这是官方的。我们正处于牛市。CNN 标准普尔500指数自2022年10月12日触及的低点以来上涨超过 20% 后，周四正式进入牛市。这一飙升受到大型科技股上涨和最近一系列强劲经济数据的推动。然而，分析师预测，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2016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衰退，投资者将出现短暂的反弹，这将导致投资者失望。经济学家还预测，英国离开欧盟的决定将进一步产生影响，并认为市场处于未知领域。通用汽车拥抱特斯拉的充电系统，华尔街欢呼。加拿大环球邮报，特斯拉、通用汽车和福特3家公司目前共占美国电动汽车销售的约 70%。他们决定采用特斯拉的充电连接器，可能会促使其他汽车制造商和电动汽车充电公司采用相同的标准，并消除行业高管认为是扩大消费者接受电动汽车的障碍的公共充电访问的混乱。我认为这对于推进电动汽车的发展将是一个根本性的巨大进步。马斯克在与巴拉进行的 Twitter Spaces 对话中表示，我认为这一切都变得更好了一点，巴拉说。这一协议标志着通用汽车的态度转变，之前他们曾支持竞争对手的结合充电系统 CCS 标准。特斯拉、通用汽车和福特之间的联盟给其他汽车制造商和独立充电网络运营商带来了压力，他们之前采用了 CCS 标准。通用汽车表示，从2025年开始，将为电动车配备基于特斯拉北美充电标准设计的连接器。明年，通用汽车的现有电动车车主将能够在北美使用12000个特斯拉快速充电站，并提供适配器。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不会偏爱特斯拉当其他竞争品牌进入超级充电网络时。这将是一个公平竞争的领域，最重要的是推进电动汽车革命。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 Jim Farley 上个月在 Twitter 上与马斯克进行了类似的讨论，宣布这家美国第2大汽车制造商已与特斯拉达成协议，允许其电动车车主在2024年出货的对北美12000个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的访问权。杠杆和反向 ETF 就像走进赌场。金融时报，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杠杆和反向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的受欢迎程度飙升，因此在基金流入和投资资产方面都打破了记录。晨星直接 Morningstar Direct 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1030亿美元投资于这些产品，其中800亿美元在美国。模仿指数或证券的杠杆 ETF 提供的回报率高达每日指数回报的5倍，但它们的风险增加。据晨星研究人员称，不成熟的投资者正在犯规他们的潜在危险。全球 ETF 专家呼吁监管机构收紧杠杆和反向 ETF 的定义，许多人敦促加大力度教育投资者了解这些工具的潜在风险。股东在年会上向日本企业提出更多要求。日经亚洲，丰田汽车将在即将举行的6月股东大会上面临一些欧洲资产管理公司要求改变其排放政策的要求。该组织希望该汽车制造商在其公司章程中纳入新的报告标准，以了解其游说活动如何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尽管该小组与丰田进行了为期2年的对话，但未能就此问题达成共识。预计这些提案将获得海外投资者的最强烈支援。虽然丰田坚持认为报告标准需要灵活，以便快速决策，但新的提案表明，股东将要求批准任何资本效率计划。此外，海外投资者正在向 J-Power 等其他主要日本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其排放目标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2018年6月，日本修订公司治理准则时，增加了一个条款，即董事会的组成应实现多元化，包括性别和国际经验的平衡。5年后，股东们仍在关注企业是否遵守。挪威资产管理公司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 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 已经表示，他打算反对重新任命没有女性董事的公司董事长。日本投资者计划就瑞士信贷债券起诉30日联金融集团。日经亚洲，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投资者将对包括30、UFJ 摩根士丹利证券在内的日本经纪公司提起诉讼，以出售瑞士信贷的 AT1 债券。据报道，
至少有60名从30UFJ 购买了价值4400万美元的此类债券的投资者联系了前美国银行证券 Bank of America Securities 的律师山崎泰寿 Taiju Yamazaki， 预计超过一半的人将加入第一起诉讼。该案将于8月立案。超过10亿美元的瑞士信贷 AT1 债券被出售给日本投资者，其中超过7亿美元出售给30UFJ 的1550名客户。当瑞士政府介入拯救贷方时 ，AT1 债券被消灭了。港股每周上涨，交易员等待中国政策支援。南华早报，港股上涨，基准指数录的第2周上涨，恒生指数在2周高点19304.88点附近持平。北京宣布了一项促进汽车销售的活动，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上涨 0.7% 至249.6港元 32.2 美元。吉利汽车上涨 1.1% 至 9.50港元，但涨幅受限。阿里巴巴集团下跌 0.2% 至 83.15港元，京东健康下跌 3% 至 49.25港元。科技指数下跌 0.2%， 而周大福的特别股息涨幅为3月以来最大。美团也上涨 0.8% 至 125.40港元，而腾讯上涨 0.1% 至 335.20港元。埃尔多安任命埃尔坎为土耳其央行行长，预计政策转向。路透社，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任命来自美国的财务主管哈菲泽·盖伊·埃尔坎 Hafizge Erkan 领导土耳其央行，因为该银行准备提高利率以解决该国的经济问题。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是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受害者，负实际利率导致土耳其里拉暴跌。上周，埃尔多安任命东正教前财政部长穆罕默德·西姆塞克 Mehmet Şimşek 为负责土耳其经济的部长。分析师预计，在多年耗尽之后，加息将重新吸引外国投资者。随着华尔街的发展 ，ASX 将上涨，美元 A 跳。澳大利亚时代报，美国市场周四又经历了一天的平静，随后下周将发布一系列备受瞩目的经济公告，包括美联储的最新利率举措。有报道称，继本周交易缺乏波动之后，美国科技公司受益于股市增长放缓。标准普尔指数上涨 0.4%， 道琼斯指数上涨 0.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达到最高峰值，上涨 0.8%。苹果上涨 1%， 而微软上涨 0.2%。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预期上涨，期货开盘上涨25点或 0.4%。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市跌幅略高于涨幅。此前有消息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工人已飙升至2017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一些分析师认为一周的数据不应过分强调。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